朝鲜啊出事儿了。大家都知道啊，朝鲜这个国家比较神秘啊，是世界上最封闭的社会主义国家，有点类似于文革时期的中国啊。这个国家即便有新闻，我们一般也很难通过正常的途径获知，只能靠有限的信息去猜。但是最近啊，朝鲜出了一件事儿，立刻引起了国际媒体的广泛关注。而朝鲜自己呢，好像也披露了一些有限的信息。根据这些信息啊，拼凑起来，给人感觉啊，这个金家王朝似乎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5月21号，在朝鲜东北部青金造船厂的码头上啊，人声鼎沸啊，锣鼓喧天。因为在这一天，朝鲜崔贤号5000吨级的盾舰要在这里举行下水仪式。这个崔贤级的导弹驱逐舰不得了啊，5000吨级啊，而且是个盾舰。什么是盾舰？就是大家都知道美国那个宙斯盾啊作战系统啊，它中间有一套啊非常先进的数字化的雷达系统。然后那个驱逐舰中间呢，也不再是以这个舰炮为主了，而是以导弹为主。那也就是说，要进行超视距的作战嘛。那么在现在全世界啊，几乎所有最先进的海军国家里头啊，主力的这个军舰全部都是盾舰了，比如说美国啊、中国啊、日本啊、韩国啊。那朝鲜过去这个国家啊，几乎哪有什么盾舰呢？都是那些小米加步枪啊，几百吨级的鱼雷艇啊，最大的也就是1500吨级的一个驱逐舰啊。但是现在人家一下建了5000吨级的这导弹驱逐舰了，而且还是个盾舰，可不得了啊！所以这一天你就知道，对于朝鲜来说是多么重要的日子啊！在5月18号这一天，国际上就有卫星捕捉到了这艘崔贤号的导弹驱逐舰啊，就已经滑到了这个码头的那个准备下水的位置啊。这艘驱逐舰它是从去年年初开始建的，据说建了400天就已经建成了，这个速度也不得了啊！朝鲜这个国家你别看人家神秘啊，确实可以搞大跃进，有点类似于当年的中国啊。在去年11月、12月份的时候呢，首次披露朝鲜正在建造2艘盾舰，一艘呢在西边的叫南浦造船厂，一边呢是在东边的青金造船厂。那么这艘盾舰一开始建的时候呢，外面盖了一个大房子，那为了防止啊，这美国啊、西方国家这些卫星啊去侦测到啊，一直到今年的年初，这大房子才拆了，拆了就开始建上面的东西嘛。到了5月18号这一天，才从大房子那个位置啊，把这个船划到了就是码头这个边上这个位置，就准备下水了。到了5月18号这一天，金正恩不是到了青金造船厂，一声令下，准备下水。结果下水的过程中就出事儿了。出事儿的画面啊，国际媒体都没有见到啊，但是通过卫星可以看出来，卫星看到这个船呢，它下水之后呢，发生了这个翻覆。怎么翻覆的呢？就是那个船尾啊已经下了海了，但是船头呢还在码头上。为什么呢？因为它要采取一个叫侧滑式的下水方式。大家都知道，这个舰船下水啊也有几种方式啊。一种呢就船坞式，就修船的时候把船放在固定式的船坞或者是一个移动式的船坞里啊，修好了之后呢，把水啊放到船坞里，然后呢军舰就飘起来了，然后军舰呢滑到海里头啊。这个呢是最稳妥的方式啊。包括朝鲜第一艘崔贤号的啊，它在南浦造船厂的，它也是通过这种方式啊。另外一种呢就是这种侧滑式，当然还有一种尾滑式啊。这尾滑式呢，就是说，如果船造好了之后呢，搞一个通道，从那个尾巴往海里去滑下去啊。这个相对来说呢也比较安全啊。但最危险的就是这个侧滑式。这侧滑式呢，就是这个船呢是这样侧面对着这海，然后将来搞一个滑道。这船滑到水中间去，一个侧翻，然后再立起来之后啊，这就算成功了。这种方式啊，相对来讲风险最高，一般都是在比较小的船上用啊，大型军舰很少使用啊。那么这个侧滑，它就容易带来什么问题呢？一个是你搞不好就翻沉了、翻覆了；另外一个就是像朝鲜这次啊，你滑的时候啊，它是船头和船尾它必须同步往下滑。你如果不同步就出事儿了。朝鲜这次呢出什么事儿呢？就是尾巴先往下滑，结果呢它船头那个地方不知道什么原因卡住了就没往下滑，这船尾巴滑到海水里头去啊，这船头呢还在海岸上呢，那经过应力作用的情况下，这船呢就翻了。这一翻可不得了啊！那军舰你想想，刚建好的啊，没下水之前就翻到那儿，这不就打脸了吗？据说损失非常严重啊。据朝中社自己讲，他损失呢说是不太严重，
不太严重在哪儿呢？说这船的侧面有一些划伤，然后呢，一开始还说这船里头进水了啊，但是国际的军事专家都分析啊，可能这个损失啊比朝鲜自己啊预估的要很大。为什么呢？因为大家都说这个船里头进水了，那进水了之后啊，对这个驱逐舰来讲，它很要命啊。大家都知道，崔贤号不是个导弹驱逐舰吗？导弹驱逐舰中间那部分呢，是个相控阵雷达，然后呢底下呢还都有一些那导弹驱逐舰的那些发射井。那么这些啊，一旦进水之后，那些精密的雷达设备啊，很可能啊就要受到毁灭性的影响啊。那么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这个船有可能变形。这船呢，因为你是在那种非常扭曲的应力作用之下，哎，把它划到海里头去了啊。结果呢，有一半还没进海吗？又翻了之后，你就导致这船呢底下啊有浮力，上面没有浮力的，这一扭曲，有人猜测龙骨都有可能搞不好啊就扭曲了。据说当天现场，金正恩在现场大怒啊，是吧？这明明是到这个地方是给你们面子，亲自出席，结果你现场给我玩这个帆船游戏呢，是吧？然后当天晚上，这朝鲜电视台就发了一个新闻，非常罕见的，就承认他这个船呐出事了。새로 건조한 구축함 진수식이 진행됐습니다. 새로 건조한 5,000톤급 구축함 진수식이 5월 21일 청진조선소에서 진행됐습니다. 조선노동당 총비서이시며 조선민주주의인민공화국 국무위원장이신 경애하는 김정은 동지께서 진수식을 참관하셨습니다. 구축함 진수 과정에 엄중한 사고가 발생했습니다. 진수 과정에 미숙한 지휘와 조작상 부주의로 인하여 대차 이동의 평행성을 보장하지 못한 결과 한미 부분의 진수 썰매가 먼저 이탈되어 좌주되고 일부 구간의 선저 파공으로 함의 균형이 파괴되었으며 함수 부분이 선대서 이탈되지 못하는 엄중한 사고가 발생했습니다. 김정은 동지께서는 사고 전 과정을 지켜보시고 이것은 순수 부주의와 무책임성, 비과학적인 경험주의에 인해 산생된 도저히 있을 수도 없고 도저히 용납할 수도 없는 심각한 중대 사고이며 범죄적 행위로 된다고 엄중한 평가를 내리셨습니다. 김정은 동지께서는 우리 국가의 존의와 자존심을 한순간에 추락시킨 이번 사고에 책임이 있는 당중앙위원회 군수공업부와 국가과학원 역학연구소, 김체공업종합대학, 중앙선박설계연구소를 비롯한 연관 단위들과 청진조선소의 해당 일꾼들의 무책임한 과오는 오는 달에 소집되는 당중앙위원회 전원회의에서 취급하지 않을 수 없을 것이라고 엄중히 경고하시고 추궁하셨습니다. 在这个发的新闻过程中，据说重复的都是金正恩现场说的话。金正恩说了，他说他们这些人呢是犯了这个非科学主义的经验主义的错误，犯罪行为啊。要我说，他这个总结肯定是不太对。为什么呢？说什么非科学主义的经验主义？朝鲜哪有经验主义去建什么大型的盾舰呢？他过去能做一点建一点这个挖泥船、渔船、这炮艇之类的，都几百吨，最大的船也就是这个1500吨的一个驱逐舰啊。青金造船厂过去是没造过这么大规格的那个驱逐舰的，就是那1500吨的驱逐舰也是南浦造船厂建的，青金造船厂从来没见过，所以哪来的经验呢？所以在我看来，犯罪是犯罪，你要说他是犯了经验主义的错误，肯定是错的啊。所以当时啊，这是消息出来之后，我估计现场那些青金造船厂的人都吓傻了。这消息传到中国，中国的网民就说：“你看看，你还说你工作压力大，你能比得过人家青金造船厂的这些人吗？”因为当场金正恩就说了啊，要用10天左右的时间把它修复了，修复要赶在6月份。朝鲜不是搞中央委员会的全会吗？类似于中国的20大嘛、21大嘛。要在这之前你给我修好了，10天呢，这几乎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啊！你想想，一艘军舰翻覆在海里头啊，朝鲜又没有大型的打捞设备，
这你船你要把它立起来，你不是把它当废铁，你还不能随便立，那你这东西你还考虑到你别把这个船给伤害了。据说是得借助俄罗斯的这个设备才能给它捞起来啊。捞起来之后你再修复，你那里头都灌着水了，再想修复的话啊，你10天能修好。国际上现在普遍的认知都是说，朝鲜严重低估了整个这个修复计划，因为这个盾舰非常金贵啊。前些年那北欧不是有个国家，那盾舰也是掉到水里头去了啊，捞起来之后一评估，说修理啊要花14亿，可以相当于造2艘新舰了。所以最后评估的结果之后，就把那船给报废了。所以朝鲜这艘船能不能修复，在我看来大概率啊，可能修复的可能性啊不是特别大。但是朝鲜这个国家不可预测性太强啊，你国际上都认为不可修复，人家朝鲜没准人家真的能给你修复了啊。所以大家可以想象一下朝鲜造船厂那几个人的心理压力啊。所以很多人都开始讨论这些人是犬决还是炮决，就朝鲜特有的这个刑罚啊。最新的消息显示，朝鲜就真抓人了。首先是抓了这个青金造船厂总工程师，还有什么行政副经理、造这个船的车间主任，3个人先抓了。这个造船厂啊，这船长也给传唤了。这个船长好像叫洪吉浩，那我估计这个人也没跑啊。而且最新的消息就是星期一啊，朝鲜的军需工业部的副部长叫李亨善，还叫李祥善呢，我这个记不住啊，朝鲜的名字啊，也给抓起来了，一下抓了4个人呢，就是说他们犯罪嘛。我估计这4个人呢，将来是凶多吉少，搞不好小命不保啊。那紧接着问题啊，就是说啊，这朝鲜啊为什么会要修这个盾舰呢？因为盾舰可不得了啊，这是应该说啊，是个世界大国海军游戏过程中的奢侈品。因为现在1线海军国家里头，确确实实都基本上是盾舰了，但是能够独立建盾舰的国家，在全世界加起来不到10个。朝鲜，你想想，1穷2白，而且看搞中国的那个文革那样的国家，每年朝鲜搞那个游行的时候，我们中国人都笑，为什么笑？就朝鲜的工业化的实力实在是太弱了啊！但是就是这么弱的一个国家，现在竟然叫造盾舰，而且盾舰的造价非常高啊！你像中国的052D，现在中国应该说水面舰艇最多的这个盾舰啊，一艘的造价是35亿人民币。那美国的就不用说了啊，美国的最新的盾舰啊，一艘是27亿美元。那朝鲜这样的国家，穷的经常都吃不上饭，就算它造舰啊，人力成本比较低，但是你像雷达呀、火控系统啊，这东西的支出都是实打实的，再省钱也还不得10-20亿人民币啊。他哪来这么多钱去造这个东西啊？或者说他为什么豁得出这么多钱去造这个东西啊？接下来我们就讲讲这个话题啊。就朝鲜啊，这次的崔贤号啊，所谓的盾舰啊，这次出事的是第2艘，它的第1艘呢是今年的4月25号就已经下水了，就是我们在前面讲的，在朝鲜的南浦造船厂啊修建的。这艘盾舰啊，在4月25号下水的时候，在朝鲜搞了一个非常盛大的下水仪式。这金正恩呢，带着他的太太，也包括他的女儿啊，包括他妹妹，包括他妹妹的几个孩子都参加了。这金正恩跟他自己的女儿叫什么金爱主啊，还是金主爱啊，在那盾舰旁边，2个人嬉笑颜开啊。女儿现在也长大了，10几岁了啊，挽着他的胳膊，然后又上到这军舰上面。很多人都猜测金正恩呢这些年身体不太行啊，好像他是准备把这个地位啊传给他的这个女儿啊，经常让这个女儿参加什么国防部的最高的军事会议啊。所以你看，在崔贤号下水的时候，带着他的女儿去了。这崔贤号为什么叫崔贤呢？这崔贤啊，在朝鲜历史上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啊，是朝鲜的国防委员会的这个委员长，相当于中国的国防部长啊。崔贤呢，就出生在中国的这个边境一带啊，就跟朝鲜一带的边境一带，他是朝鲜族啊。早年加入到了中国共产党，后来又加入到东北抗联，在东北抗联呢，从连长做到了团长。团长呢，后来这个抗联不都被日本人打败了吗？就赶到了苏联，在苏联那个地方缩编了，他又重新做到了一个连长。当然连长也不低了啊。那你想想，当时金日成当时也是个营长啊。那后来呢，那突然不是日本就投降了吗？
金日成就带着这些连长嘛、团长们就回到了北朝鲜，在北朝鲜开始组建自己的军队啊。那么这个崔贤呢，就从旅长干到了军长，又干到了他们那个所谓的负责军队的这样的一个副首相。所以在朝鲜的历史上，这个人非常重要，也是他们的民族英雄啊。他的儿子崔海龙现在在朝鲜呢政治局的2号人物，虽然在历史上好像经常因为贪腐几次被搞下去啊，但是现在呢仍然是朝鲜政治局常委中间啊仅次于金正恩的一个铁哥们啊，也算是朝鲜这个红2代掌权的一个非常代表的人物啊。所以你看，朝鲜的这个盾舰下水就以崔贤号来命名的啊。这崔贤号4月25号下水之后立刻就开始进行了一系列的导弹试射。人家一般国家的军舰下水之后，都是先要搞海试。这海试呢，就是说先测测这个军舰航行啊，然后这加速度啊、转弯半径啊、续航能力啊各个方面再一点一点在试验这武器。朝鲜也不会，朝鲜下海之后直接打导弹。金正恩在这个大楼上还直接看这崔贤号打导弹的镜头啊。所以国际社会当时看到朝鲜有一艘盾舰下水都被震惊了。说实在，我当时看到这个信息的时候也极为震惊。你想想，盾舰这个东西确确实实跟一个国家的工业化水平息息相关。你朝鲜这么低的工业化的水平，一下子建了一个5000吨的盾舰，确实让人觉得有点大跌眼镜啊。而且你别说，人家还真的就是一艘盾舰，不是闹着玩的啊。就这艘军舰中间部分就是有2个火控雷达，还有探测雷达，有74个发射井。这74个发射井就是发导弹的，而且呢，这里头还有呢，前面有一个127毫米的火炮啊，然后呢，还有那个什么那密集阵的近防系统，那 AK-63，据说有点好像是俄罗斯给它援建的啊。那么你看，这就是像模像样的，就是一个盾舰了嘛。你盾舰的最明显的特征就是中间有一个这个所谓的相控阵雷达，然后呢，以导弹为这个军舰的最主要的火力。人这里头据说还有4套诱饵发射系统，就是你要是导弹打过来，人家可以发射诱饵，然后还有据说还有一些水雷还是等等这个系统相当先进的。那么很多人就猜测说，这个朝鲜这个大跃进是怎么搞起来的呢？你想想朝鲜原先见过的最高的、吨位最大的这个军舰就是1500吨级的，从1500吨级过渡到5000吨级这个跨的有点大一般国家做不到只有朝鲜这个国家才能做得到所以很多人纷纷猜测说，朝鲜这个盾舰技术是谁给的呢？那只有2种可能一种就是中国，一种就是俄罗斯。但是大家猜来猜去俄罗斯给的这种可能性比较大，有这么几个这个原因一个呢，就是它那个雷达，据说是看起来跟俄罗斯的那个雷达几乎一样，火控雷达还你比如说它那个密集阵的那个系统其实好像就是俄罗斯的 AK-63。你还包括就是说它其他的那船上的一些系统好像都是带有俄制武器的影子，不太像中国的所以呢，可能它是在俄罗斯援建技术的前提下造起了这个盾舰。那紧接着我们就要问了就朝鲜这么弱小的国家，为什么要造盾舰呢？他又没有野心要打一支蓝海海军、远洋海军，对吧？那他为什么要造盾舰呢？这里可能要从就朝鲜他自己的生存策略开始讲起这朝鲜这个国家大家都知道是冷战的产物。当时2战结束的时候，美国和苏联画了一条3八线，把朝鲜的半岛一分为2，北边呢属于苏联的势力范围，南面属于美国的势力范围。在这个基础上，后来分别成立了2个国家，南面是大韩民国，北方呢就是朝鲜人民共和国。那后来，那么朝鲜人民共和国看到老毛解放了中国，他就想统一朝鲜半岛，所以后来呢就发动了朝鲜战争。朝鲜战争把美国快打过去之后，美国不是在联合国搞了一个决议吗？最后联合国军登陆朝鲜半岛，又打到了朝鲜北边，差点把朝鲜给打没了。这个时候呢，中国抗美援朝这个志愿军到朝鲜，跟美国打得不可开交，最后双方签订了停战协议。于是呢，形成了朝鲜半岛继续分裂的格局。那朝鲜这个国家之所以能够存在，
其实就是来源于中国和苏联这两个国家对他的支持。这两个国家跟朝鲜都签有同盟条约，也就是说，朝鲜一旦是遭受到建攻，中国和苏联都会支持这个朝鲜，所以这个国家就靠中国和苏联这两个国家活着。但是没想到，这个沧海桑田，时势变迁啊，随着时间的流逝啊，这世界变了。首先第一个变化就是苏联这个国家不存在了。实际上在不存在之前的时候就已经出现了一些变化。戈尔巴乔夫啊，在1990年的时候，他就跟韩国建交了，因为戈尔巴乔夫当时搞新思维嘛，开始跟西方国家搞到一起去嘛，于是呢就跟韩国建交了。过去呢是只承认朝鲜，不承认大韩民国啊。那么在上个世纪80年代，中国呢在改革开放之后啊，也开始跟西方国家搞好关系，也想跟南朝鲜建交，也想逐渐的改善跟西方国家的关系嘛。但是中国呢比较顾忌北朝鲜的这样的一个跟中国的关系啊，因为当年朝鲜在苏联跟中国之间实行懂距离外交，利用中国和苏联关系不和，它其实还赢得很大的好处啊。但是改革开放之后啊，中国整个对朝鲜半岛的这个战略就发生这些变化。邓小平在上个世纪80年代的时候就讲了，说朝鲜这个国家还是要存在的，朝鲜这个半岛啊最好不要统一。不统一对我们中国最有利，为什么呢？因为对中国啊，如果朝鲜被韩国给吞并了，那么美军的势力啊就推进到鸭绿江边上，对中国来说没好处嘛。所以中国希望朝鲜不要统一，这是一个基本的这个外交思路啊。但是中国也不希望在过去维持那种同志加兄弟的关系了，所以在上个世纪90年代的时候啊，这金日成到中国去访问，邓小平就明确跟他讲。他说：“以后我们还是兄弟，但不再是盟国了。”言下之意就是，如果再发生朝鲜战争，我们也不会管你了。从上个世纪80年代后期，中国就跟朝鲜吹过风，说我们中国有可能啊跟韩国会建交。据说是1991年的时候11月份啊，金日成访问中国，邓小平跟他见面，说我们有可能会跟韩国建交。金日成一听就不干了，他说：“你们要是跟韩国建交，我们就跟台湾建交。”邓小平一听脸就拉下来了，他说：“如果你们要跟台湾建交的话，我们就跟你们断交。”据说当时金日成啊没敢再回话，因为如果是中国跟他断交了，他就傻了，对不对？所以当时在这期后呢，中国就跟南朝鲜开始发生一些私下的联系啊。大韩民国当时是非常想跟中国建交的，但是中国对韩国建交的时候就提出来了，主要是台湾问题，就是要求断交。撤管，那韩国一开始呢还是不太愿意的，但是最后啊私下就达成了一个协议了啊。那么在1991年的4月份的时候啊，那杨尚昆当时啊去朝鲜去访问，当时啊其实朝鲜已经知道中国要跟韩国建交了，说金日成就跟杨尚昆讲，说能不能把这个建交的时间推迟1年？为什么要推迟1年呢？就是说。其实朝鲜是希望跟美国双方获得外交承认，因为这个呢，朝鲜他想在国际上，获得一个美国承认的地位啊，他获得安全保障嘛。当时中国跟美国也谈了，就是双方交叉承认，就中国承认南朝鲜，美国承认北朝鲜，结果美国断然拒绝。后来啊，在1992年年初的时候啊，中国跟南朝鲜的这个建交谈判就开始加速了。为什么会加速呢？就是因为1991年的12月份，苏联一夜之间不存在了。那苏联一夜之间不存在了，这个事情对中国的触动非常大。中国原本也想拉住北朝鲜，让美国承认它，但是苏联不存在之后，很可能意味着整个美国的外交战略就会发生非常大的变化，因为苏联瓦解了，过去中美之间互相需要对付苏联的这个战略，这个利益就不存在了。所以中国当时急于要跟大韩民国建交，于是呢根本就没有听北朝鲜的这个招呼啊，最后就决定在1992年跟南朝鲜建交。双方即将达成协议的时候啊，就在1992年的7月15号，中国的外交部长钱其琛，就开着专机啊，就到了北朝鲜，去跟金日成去通报这件事情。金日成啊，听到这件事情之后啊，就说
啊，谢谢你们中国的同志把这个消息通报给我们。然后呢，今后啊，我们朝鲜有什么困难，我们就自己克服了。当天下午啊，这钱其琛他们就坐着专机回北京了。回到北京之后，直接进了中南海，去跟江泽民和李鹏去汇报。那么在这一年的8月份，中国就跟大韩民国正式建立了外交关系啊。这2件事情啊，对北朝鲜打击特别大，因为当时苏联解体之后，实际上整个过去啊，北朝鲜的经济主要靠苏联输血。你比如说它的石油燃料，就是靠苏联给他们，包括粮食也是苏联给他们。我们小的时候对北朝鲜啊那个电影啊里头对他们的生活很羡慕，北朝鲜跟我们比起来还比较富裕，其实是靠苏联老大国给他输血。苏联一旦倒台，这个输血的没有了。后来中国短暂的弥补了这个空间。后来中国跟南朝鲜断交之后啊，中韩关系一落千丈，有8年左右的时间，双方没有高层互访，这北朝鲜就惨了嘛。所以从1994年开始啊，朝鲜就开始出现大饥荒，所以朝鲜不是开始搞那个苦难行军吗？所谓的苦难行军，类似于中国的长征，是吧？据说在这个苦难行军的几年里头，朝鲜一共死了，据说是几十万到几百万，大家也不知道到底是什么数啊。总而言之是饿死很多人，朝鲜就把很多的什么军队的就什么国家机关里的干部啊，送到农村里头去种粮食。一直到2000年左右啊，这个时候啊，这个朝鲜的这个饥荒才慢慢结束。那么也就是说，朝鲜这个国家你可以看到了吗？它离开中国和俄罗斯的支持啊，它是很难长期维系的啊。就朝鲜这个时候啊，就制定了一个，他要自己活命啊，他就制定了一个政策，叫先军政策。什么叫先军政策？就是在这个经济困难时期，整个国家所有的战略都要优先保证军队的利益。大家都知道，朝鲜啊有这个世界上排名前几的常备军啊，它的陆军有100万人呢，跟中国今天的陆军的规模一样啊。在这个跟韩国的那个沿线摆了几千门大炮，万炮齐发，直接可以把首尔给消灭掉。但是他还是不安全，他觉得他自己啊，万一哪天不行了呢？所以这个时候他就开始搞什么呢？大家都知道，就开始搞核武器。从1994年啊，那个时候啊，朝鲜和美国不是签订了一个什么朝核框架协定吗？就承诺自己不搞核武器啊，他就偷偷摸摸开始搞啊。就在离中国很近的那个地方，不是开始搞核试验吗？朝鲜为什么开始搞核试验？其实在我看来，就是他的一个不安全感。就中国和俄罗斯都把他抛弃了，他眼看自己靠自己的实力要跟美国对抗啊，再加上他的经济实力也不行，怎么办呢？随时有可能金家王朝要倒台啊，所以他就搞了一个叫非对称式的这个军事力量的发展，就是发展核武器。因为在他看来，他要是搞出来的核武器，美国就不敢搞他了吗？韩国也不敢搞他了吗？所以当时大家记不记得朝核6方会谈，中国在北京搞啊，搞6个国家一起劝朝鲜不要搞核武器，朝鲜不听，因为对他来说，他如果没有核武器，他的命运就攥在别的国家手里。但是他有了核武器，相对来说，他就可以自己决定自己的命运。所以中国实际上是不希望朝鲜搞核武器的。中国的立场是希望朝鲜半岛无核化，所以在2000年左右啊，就是中国跟朝鲜的关系啊，就重新呢开始恢复交往啊。中国其实多次劝过朝鲜这个国家，说你可以搞改革开放嘛。包括呢，金日成死了之后，他的儿子金正日到中国，中国还专门带着金正日到中国去参观。他说：“你看，我们过去也很穷，现在搞了改革开放以后，不就发展起来了吗？”但是朝鲜这个国家啊，他可能有自己的评估。我猜啊，他们是觉得啊，中国体量比较大啊，台湾对中国也没什么威胁啊。但朝鲜要是搞改革开放，有可能一夜之间，他的信息你要开放嘛，朝鲜的老百姓都知道哦，那南朝鲜不像过去宣传的那样啊，都是水深火热。然后呢，搞不好这个国家一夜之间就可能垮掉。所以他们坚决不搞改革开放。你既然不搞改革开放，那你的经济不行，你要维持自己的安全，靠什么？就是靠非对称式的发展自己的军事力量，就是搞核武器，就不遗余力的搞核武器。然后呢，搞核武器还得投射出去啊，
然后就搞导弹。朝鲜不是动辄隔三差五的发射导弹，一开始水平也很低啊，大浦洞的，竟然发到天上之后就掉下来啊，掉到自己的地方，然后经常往日本往那个太平洋发的时候，日本特别紧张，因为日本非常担心他那个导弹技术不行啊，发到日本上空的时候就直接掉下来啊，砸到日本啊。所以你知道朝鲜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啊，发展自己的导弹和核武器，有点类似于中国的60年代。就中国的60年代啊，你想想，跟苏联关系搞掰了，美国关系又不行，然后呢，四面都是敌人，没有一个国家跟自己中国关系比较好的，怎么办？就是搞核武器啊，搞出来核武器相对就比较安全了嘛。说朝鲜实际上在2000年左右面对的那种内困外交，类似于老毛当年的60年代的中国，所以他不遗余力的要搞核武器。据说啊，他现在的核武器啊已经搞成了，虽然他没有宣布啊。据说他现在已经装备了大概有50枚左右的核弹头，然后再加上他的导弹技术现在也在不断的更新迭代啊。现在朝鲜已经不折不扣的成为了一个有核国家。那你美国不太敢搞它了嘛？你韩国也不太敢搞它了嘛？那么在这种背景之下，大家都可以理解了，就朝鲜通过非对称的这种军事发展，武装自己啊，来完成他自己金家王朝的这个一个安全保障体系。最后啊，我再说一点啊，就朝鲜的这个盾舰啊，就算按照计划它能够发展起来啊，其实它跟韩国的海军比起来啊，仍然不是一个数量级。为什么这么讲呢？你现在朝鲜的这个盾舰5000吨级，实际上在全世界范围内仍然是吨位最低的盾舰啊。但是韩国呢，韩国人家盾舰水平可就高了啊，它那世宗大王级啊，吨位在1万吨以上。那垂直发射井的数字呢，有132个，比中国的那055大区还要多啊。那朝鲜的你这个崔贤号啊，那了不起只有74个了。韩国的盾舰的数字啊，现在也都快到10艘了，那数量也是非常多。我要讲一点啊，其实这种简单的对比没有太大的意义。为什么呢？因为朝鲜并不是想要跟韩国打一场现代化的海战，如果这么打，那肯定是自取灭亡啊。朝鲜无论是搞核武器也好，还是搞生化武器也好，还是搞盾舰也好，它的目的现在都是防止韩国对它进攻，美国在军事上收拾它。它已经由过去的战略攻势变成了战略守势，就是说我在这个地方过我自己的日子，我金家王朝代代永续。你韩国你爱怎么发展怎么发展啊，你不要搞我。所以你看前2年朝鲜不是突然宣布说他们已经不谋求国家统一了，这是一个重大变化啊。那国家统一过去那一直是朝鲜双方共同的追求啊，只是双方对统一的模式有分歧啊。那现在朝鲜都不追求国家统一，什么意思啊？就是说我宁可不完成国家统一，也要维持自己金家王朝的永续统治。那我经济没办法跟你相提并论，那我就搞军事嘛。所以对于朝鲜来说，他搞核武器、搞盾舰、搞生物化学武器，目的都是这个。大家不要认为朝鲜不敢扔核武器啊，这个国家它是没底线的啊。你看一般的国家都在讲我不手枪使用核武器，朝鲜不管你那个，不光是核武器啊，它还有生物武器，还有化学武器啊。所以韩国如果真要是跟他开打的话，我估计他的核武器、生物武器、化学武器都快一起招呼。因为对于金正恩他这个家族来讲啊，他考虑什么民族的利益、人类的共同体的命运，他才不会考虑呢。他金家王朝如果是要完蛋了，他会让全世界所有的国家的人一起跟他陪葬。所以他搞这个盾舰啊，目的啊不是为了拉开架势跟韩国打，是要增加他自己的威慑能力。就说你不要搞我，因为他过去只有陆地上有导弹、有核武器，现在他海上也将来可以有直接发射导弹的能力了，甚至将来搞不好把这个核武器也搞得上面去都有可能。所以在这种角度来讲，在我看来啊，他的这个目的啊，应该说还真就部分达到了。你说美国现在会跟朝鲜去打一场战争，消灭这个政权吗？美国现在应该没有这个动力啊，韩国更是如此。所以金家王朝至少从现在来看，通过这种非对称战力的发展，它的外部环境确实啊，相对来讲还比较安全了。因为一方面中国也不希望朝鲜统一，俄罗斯也不希望朝鲜统一，
另外一方面呢，韩国也没有力量去完成朝鲜半岛的统一，美国也没有动力去完成朝鲜半岛的统一。那对于朝鲜这个国家，它如果发生变化，最有可能是什么时候？那么其实就只有是金正恩他的权力传递到下一代的时候才有可能发生。金氏家族啊，已经传了3代了，他们有个共同的特点，就是都比较好吃。你看他从最早的金日成就是个大胖子啊，最后得了心脏病死了。他的儿子金正日啊，最后呢也是心脏病不行了，很早就挂了。这金正恩呢，28岁就当了这个朝鲜的最高司令啊，也比较喜欢好吃，所以你看胖啊，所以大家管他叫金三胖啊。三胖的这个心脏也不太好，他今年只有41岁，但是健康状况也令人堪忧。所以你看他最近几次把他的姑娘都参加国防会议啊，所以很多外电猜测说他可能觉得他自己身体不太好，万一要不行了，可能就让他姑娘来继位啊。所以对于朝鲜这种非常封闭的，相对来讲外界对他的军事威胁又比较小的国家，它最有可能发生变化的就是权力在代际传承的时候。也就是说，万一他哪天挂了，他女儿如果继位，年龄又比较小的话，还真有可能发生变化。在此之前，在我看来啊，这金家王朝的政权统治啊还相当稳固。这对于金氏王朝来说或许是个好消息，但是对于朝鲜的老百姓来讲啊，这可能啊真的就是一场灾难。好了，我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各位。 함은 국가 수반의 첫 사열을 받는 영광을 받아 안았습니다. 김정은 동지께서는 함장의 용접 보고를 받으시고 한해 선두 특미 갑판을 돌아보시며 해병들과 상봉하시고 뜨거운 전투적 격려를 주셨습니다. 함해 전체 관병들은 최강의 해군무리 건설 대업을 구상하시고 성스러운 개척과 과감한 분투로 대시대 해군력 강화에 비약적 상승기를 확신성 있게 열어나가시는 경애하는 김정은 동지를 가장 숭고한 경위로서 정중히 맞이했습니다. 백성 불패의 혁명적 단과 탁월한 수령의 용도를 받는 조선민주주의인민공화국은 무궁토록 번영할 것이며 주체혁명력 사회주의업을 확신성 있게 전진시켜 나가는 위대한 우리 민은 영원한 승리와 영광을 쟁취할 것입니다.